你敢相信吗？有人在40米高的石柱顶上住了20年。在格鲁吉亚西部的一片森林中，有一根极其特殊的石柱从地面垂直拔起，这就是著名的卡茨西石柱，一座来源至今仍充满谜团的巨大石灰岩独立岩体。它通常被视为真正十字架的象征，最初与格鲁吉亚东正教有关。虽然在18世纪的文献中就已经提到过这根石柱，但西方学者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真正对它进行研究。当时登山者亚历山大·贾帕里泽和作家埃尔维戈托首次尝试攀登，即便只是走到石柱脚下，都需要进行一段艰难的徒步。在更早的年代，只有极少数修士才有能力攀爬那几乎垂直的岩壁，只为到达顶端，接近他们心中的神。这根石柱高约40米，从顶部可以俯瞰周围广阔的地貌，而在石柱顶端竟然还存在着一座遗迹教堂，占地大约50平方米。现代研究认为，这些遗迹大约建于9至10世纪，并在13世纪留下了铭文。整个建筑群除了教堂本体，还包括地下墓室、几间工人居住的小房间，以及一个酒窖。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人类遗骸。早期的一些记载中提到，在这片山谷中有一块像柱子一样高耸的岩石，其顶端建有一座小教堂，但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登上去，也没有人能做到。虽然这里曾经荒废了几个世纪，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宗教活动重新恢复，并开始进行修复工程，使整个结构再次变得安全可达。有一位名叫马克西姆的修士，曾在石柱顶端生活了20多年，每周只下山2次。他也为修复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这里允许男性访客通过铁梯攀登上去，但现在已经对公众关闭。如今，只有山脚修道院的修士才可以攀爬这根石柱，在顶部祈祷。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这座建在石柱顶端的教堂最初究竟是谁建造的，又是如何完成这样几乎不可能的工程。在爱尔兰凯里郡的海岸外约15公里处，有一座从大西洋中陡然升起的岩石岛屿——斯凯利格麦克尔。这座岛看起来仿佛从未有人居住过，但当你靠近时，会发现一条条蜿蜒的小路沿着陡峭的岩壁一直通向顶端。在岛的高处分布着一系列紧密排列的石质建筑，被认为建于公元7世纪，并曾有修士在此生活了长达600多年。这些建筑位于约230米的高处，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保存状态却异常完好。这里甚至还有一个传统墓地，埋葬着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修士。除了那些类似蜂巢结构的石屋之外，这里还有平台、祈祷室以及更多墓穴，甚至还有一座墙体厚达2米的教堂。可以想象，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建造这些结构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岛上散布的许多墓穴很可能就属于那些在建造过程中失去生命的人。考古学家普遍认为，这座修道院持续使用了数百年，但至今没有人能够确定它最终为何被废弃。如今，为了保护遗址，每年前往这座岛的游客数量被严格限制，只有少数持许可的团队可以登岛参观。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地区，一片干旱荒凉的土地上矗立着许多古老的岩石遗迹，其中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建筑——阿布纳耶马塔教堂。这是一座直接从岩壁中凿出来的东正教教堂，建于公元6世纪，是为了纪念9圣人之一的阿布纳耶马塔。这座教堂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位于海拔约2580米的高处，而且几乎没有正常路径可以到达。想要进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徒步攀爬，而且很多人甚至是赤脚完成这段路。这种高度被认为能让前来祈祷的人更接近天堂。但问题是，想走到入口本身就像一次生死挑战。首先，你需要沿着陡峭的岩壁向上攀登，依靠的是几百年前留下的手脚凹槽。接着，你会遇到一段天然形成的石桥，两侧都是约250米的垂直落差，看一眼都会头晕。再往前是一座狭窄而摇晃的木桥，下面同样是致命深渊。但这还没结束，接下来你还要继续向上攀爬一段几乎垂直的岩壁，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地方。当你终于走到最后一步时，你需要贴着悬崖边，踩在仅仅几厘米宽的岩上前进，一侧是峭壁，一侧是近300米的垂直深渊。到了这里，大多数人的建议只有一句话：别往下看。当你终于抵达教堂入口时，
迎接你的不是光，而是一片黑暗。只有当眼睛慢慢适应，你才能看清内部的结构与细节。而真正让人意外的是里面的美。这座教堂的墙壁和穹顶上布满了壁画，这些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几乎没有受到湿气影响，也因为地处偏远，几百年来几乎没有被破坏。据说这些画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早期，内容多为旧约人物以及9圣人的故事。这些人被认为是在公元5世纪将基督教带入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士。考古学家甚至认为这些壁画可能是最早一批以图像形式呈现圣经的作品之一。教堂内部还分布着多个空间，其中一些区域保存着人类遗骸，是被运送到这里进行宗教仪式后留下的。而这片区域并不只有这一座教堂，在周围的悬崖上还分布着多座类似的岩壁教堂，大多建于之后的几个世纪。直到今天，这些地方依然由当地的东正教修士维护和使用。过去，这些修士甚至会用朗读圣经的方式换取村民提供水源，以减少他们上下山的次数。有些人一待就是几十年，甚至40年都没有离开过山顶。而类似这样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地点，在世界各地其实并不少见。比如斯里兰卡的一座古城西基里耶，这是一座建在巨大岩柱顶端的城市与堡垒，整块岩体从地面拔起，高度约180米。根据斯里兰卡的一部古老编年史记载，这片区域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人类活动。最初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后来因为一系列风暴和山体滑坡，这根巨大的岩柱才从地面中突兀地显现出来。到了公元5世纪末，国王卡什亚帕选择这里作为他新王城的所在地，他将整块岩柱改造成一座宏伟的都城，岩壁上被涂满了色彩鲜艳的壁画，用来展示王权与荣耀。而在岩柱顶部则建起了一座宫殿。这座新都城中还有一道著名的镜墙，墙体覆盖着高度抛光的石灰质灰泥，光滑到可以像镜子一样反射影像。据说国王可以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倒影。后来这面墙上被无数游客留下了文字和诗句，其中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除此之外，国王还打造了一整套极其复杂的水利花园系统，这些花园由道路连接，包含深水池和蓄水池等结构。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套系统展现了远超当时时代的工程能力。在岩柱大约中部的位置有一处天然平台，国王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狮子入口，整个结构被雕刻成狮子的形状，这也是这座遗址名称的来源。狮子岩。在卡什亚帕死后，这座城市被遗弃，后来逐渐变成一座佛教修道院，一直延续到14世纪。如今宫殿已经变成废墟，但当年的壁画和结构大多仍然保存完好。正因为其独特的历史与价值，这里被列为具有重大考古意义的遗址，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在南亚的不丹，数百年来佛教修士一直前往一个极其险峻的地方朝圣，帕罗塔克桑寺也被称为虎穴寺。最初这里只是一处供修行者使用的洞穴，但到了17世纪，人们在此基础上建起了一座完整的山体寺庙，悬挂在云雾之间。山谷本身的海拔就已经达到约2100米，从最近的小镇出发就已经相当困难，而真正的挑战是接下来还要再攀升约900米的高度。在这段过程中，许多人会因为高原反应或陡峭地形而放弃，但坚持下来的人会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象：一条约100米高的瀑布，以及悬挂在山崖之上的寺庙本体。这座寺庙建立在极其危险的位置，只有最虔诚的信徒才能真正抵达这里。根据传说，这里与一位传奇人物有关，莲花生大师，一位在密宗佛教中极具地位的修行者。据说他诞生于莲花之中，并骑着一只飞虎来到这里修行，这也是虎穴寺名字的来源。考古研究也表明，这一地点最早在公元8世纪就已经被用于冥想修行。据说莲花生大师曾在这里闭关修行3年、3个月、3天、3小时，并由此推动了当地文化向佛教转变。正因为这段历史，这里至今仍被视为世界上最神圣的宗教场所之一。还有另一段传说提到，莲花生大师后来返回西藏传授教法时，遇到了一位弟子。这位弟子在公元853年再次回到这里，在一个洞穴中修行，并将其命名为自己的洞穴。他最终在尼泊尔去世，但据说他的身体消失了，并重新出现在这里的洞穴之中。直到今天，
这个洞穴仍然被封存在寺庙入口上方的神龛之中。